开箱时间，我第2次去了大阪跟京都，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呢？我身上这件衣服开始，对，很重要啊。这件衣服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很漂亮。这个是 Glen Check， 这次我去大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去参加 Glen Check 在大阪的演唱会，然后其中一个这个官方的周边商品就是这件 T-shirt， 超好看的。重点是谁画的呢？重点是它是由萨克亲笔画出来、设计出来的，有没有 Glen Check？ 然后是他们3个人这样子，哇，这不得不说，尤萨克真的很有才华哦，非常的喜欢，很可爱。所以如果你有看夏日咖啡男友就知道嘛，他在里面有展现他的这个手绘、电绘、各种绘画的超级厉害的能力这样子。所以不只是一个 Go-Go Boy 哦，很会跳舞，然后肌肉很大块，很会喝鸡胸肉汁之外，绘画技巧也是非常的高超哈。我从书先开始，杂志的部分呢，就比方说像是这一本呢，它就是当然是里面有这个代讯好 ，Let's take a look， 就是他们的一天的一个约会行程，简单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啦，好，所以这是第一本，好，我们也不能透露太多，这样会违反著作权嘛，好，然后接下来第二本。在这边同样也是，这不是约会行程，应该是他们很帅的照片，哇，有没有？好，2个人哦，非常的相亲相爱这样子，然后又很帅的这种衣服哦，穿这样子的照片，非常的好看，这样他们的时尚照的一个概念啦，好，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。封面就是他们哦登上表纸、登上封面的这个 Nail， 关于。内容应该是关于对啊，这个你的指甲的好美甲杂志哦，没想到代讯也可以登上去，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小情侣的各种哦，拍出来就是很好看，有没有？男生为什么不能美甲？当然是可以的，好，所以这个请多家厂商，我们继续让我的荷包破费，好，继续请他们或者是其他夏日咖啡男友的成员，好，都可以多多邀请他们登上杂志，我就会买。天哪，我就是一个这么追星的迷妹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是大谷翔平啊，今年表现如此的杰出，破纪录，所以特别买了一个2024完全版，里面满满的都是大谷翔平哦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好，顶点的轨迹，好，我们要一起去跟随他这个顶点的轨迹哦，非常的了不起，好，这个看到他就很开心，虽然我不看棒球，但是呢，我看他的人这样子，好，看到就很快乐，很简单，买东西就让自己快乐嘛，好 ，Midnight Pizza Club。Midnight Pizza Club， 好，这本是我非常，也是列入这次必买的大重点，是因为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，就是仲野太贺，台湾粉丝后援会的会长一定要购入他的新书，就算它里面写的都是日文，我都看不懂，怎么办？ChatGPT 要帮我，好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照片啦。这个主要是他跟其他2位算摄影师吧，因为太贺也是很厉害的摄影师嘛，所以他们就是去尼泊尔去旅行，好，用底片相机拍照，然后去爬山，记录这一路尼泊尔的风景，好，他们自己组了一个小团体，叫这个 Midnight Pizza Club， 太贺的新书。这个是冲仓之的写真，不是写真，猫的写真，你看那个封面哦，就有多可爱，是这样子，好，也是类似我这次出的这个书的文库本的大小，然后每一页都有一只可爱的猫，然后它是这样子，就有点像是字典的感觉吧，对啊，它这边有写词典，好，所以就是猫示范这个图片插图的一本可爱的小词典的感觉，这样子，所以冲仓之的这一本很可爱。下一个是这个大正昭和美人，所以需要大正昭和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青幻社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出版商，会出很多关于就是有趣的书啦。比方说像是这一本，它就是把大正昭和时期的这一些，算是怎么说呢？广告吧，他们当时的一些看板跟广告的这一些设计，
把它集结在一起，商业的设计、印刷物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参考啊，大正昭和风，好，非常怀旧复古的感觉，所以你随便这样翻任何一页，都是非常的有昭和风情，就跟我一样。好，这个是京都的猫，好，岩和光昭。上次我好像有开箱另外一本是，它是反正就专门拍猫，还有各种动物的摄影师这样子，最有名是拍猫啦。好，所以既然这次有去京都，那当然就买了一本啊，也是文库本，很可爱的京都的猫猫的摄影集，在这边。非常可爱的摄影集，既然有京都嘛，我们就要搭配这样子，好，大阪跟京都，所以这一本是大阪万博，万博好像又要在大阪举行了，也是一个很大的盛事。那上次在大阪举行的时候是昭和时代嘛，所以 Showa Era， 它是主要是锁定在这些在万博时期的一些玩具，给小朋友的玩具的广告。所以你就看到很多这种什么超人啊、金刚啊，就卖给男生女生的这些芭比娃娃啊，好，各种很昭和时期的童玩具。这一本啊，我到底打光打到哪里去？这是龙本干也的写真集。好，上次龙本干也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有特别去他的签书会，对，签摄影集会。就是我很崇拜他，他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摄影师。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，最近是枝裕和有跟他一起合作这个《宛如阿修罗》这一出 Netflix 上很好看的日剧，推荐给大家哈。那当然不用讲之前的《海街日记》，是枝裕和就是跟他是一个搭档的概念啦。好，就是都是这些摄影的部分都是龙本干也负责的，他是一个商业的摄影或者是艺术摄影上。电影摄影上，好，这个剧照摄影上都是大师。好，另外一本是拍花花草草，比较梦幻一点。那这本主要是 focus 在京都的一些古寺里面，这些比较带有侘寂、wabi sabi 比较有禅意的深邃感觉的作品。我可能把一些图片。放在下面因为还不想拆开想要在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在那种你知道放一点那种古寺流水的音乐啊，传统日本的音乐啊，然后有一点那种虚无缥缈的时候仔细欣赏这本具有禅味的摄影集。黑猫的书签在这里，黑猫的书签很可爱，很有质感，大家看得到吗？它是有一点那种怎么讲刻纹的，它不是平面印刷，它是有那种触感的感觉的印刷，厚厚的纸板的明信片说给大家看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也好可爱所以就是这些很可爱的明信片。我身为一个英文老师，职业病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闪闪发光，这个封面就漂亮到不行，好像是一个什么很古早的乐谱啊，或是那种很经典的作品，会有这种花边，对不对？还烫金耶它是写什么呢 ？Love's English Exercise Book， 爱的英语问题集。它应该是一本 zine 啦，就是很小发行的刊物。这种半透明很漂亮的纸张，比方说第一个字word， 第一个字是 word， 它就 Your words should be weighed, not counted。言语必须要用这个重量来衡量，并不是用数量来衡量。然后后面就会有一些习题啦，比方说问以下的写真，以下这几张照片呢，你要怎么样？Describe your feelings， 用感情去描写，然后下面就写什么 Words cannot describe their feelings， 这个言语没办法描述他们带给我的感情，这样Story 也是一样，会有一些这种相对应的习题，他应该是请很多人来作答啦。好，另外一个人回答就不一样咯。京都的吃茶店，爵士吃茶店买的，因为它卖的非常的便宜，然后这两张在台湾买应该都贵的要死是 Shoji Suzuki and his Rhythm Aces，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爵士的单簧管大师，日本的大师，他的一个爵士的作品 Martha Miyake Songs of Days and Loves Ago， 最主要的是它是三芒鼠出的作品。三芒鼠，如果你对黑胶
或是爵士稍微有点涉猎的话呢，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爵士日本的厂牌三芒树。听到它的黑胶基本上都是必收，然后音质非常的好啊。这个是坂本龙一的 Unit B2 Unit 的作品，好，就是还是忍不住买啦哈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对教授的爱就是这么的深刻，他的作品其实我都很想收藏，而且又不会踩雷。Interiors 它也是一张带有环境音乐感觉的 ambient 风格的爵士，然后是细野晴臣监制的一张作品。好，你看封面也感觉哇，好像感觉就是这张黑胶会成为你室内装潢的一个风景的一部分。接下来这个是京都，好，京都这个很漂亮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好，所以这个风景很漂亮之外呢，那这一张特别之处就是表现出来京都的美，就是非常好听的日本的传统的音乐 Baku Furukawa 的 Shin Baku Furukawa。其实有几张是我真正在挑的时候，当然上面有这个 20% off 也是啦哈，但是主要就是看封面，然后跟当时自己去 YouTube 找来听的心境这样子。可是你就觉得看封面就很漂亮吗？好，然后背面是空拍图的感觉，当时在试听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听，所以就购入了，分享给大家。川田和人，如果你喜欢听 City Pop 的话，一定是不陌生的。就是也是一个山下达郎风、夏日风情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，所以春田和人的这一张叫 Boy's Life。对，刚忘记了啦，刚忘记去这个 Glenn Check 演唱会一定要买一下 Glenn Check 的周边商品嘛，所以这个是这次巡演首度发行 Dazed and Confused 跟 Forever 的单曲黑胶，所以这个 A 面当然就是 Dazed and Confused。B 面就是 Forever， 哇！所以如果这个夏日咖啡男友的音乐深深打动你的话呢，跟我一样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限量版的黑胶。好，这个是 Osamu Okuno 的卡埃罗，好，我回去了哈。所以你从封面就可以看出来，他就是一个民谣的这个歌手哦。我很喜欢听日本的民谣，尤其这次是在鸭川。经过鸭川下鸭神社的时候，你就这样边走边听日本的民谣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所以这张也是我在台湾好像没有看到有人进，也许有啦，只是我没看到。这个是它叫什么？它叫 Daisuke Kazaoka 的专辑，然后也是试听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喜欢，而且它是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弄哦。这个写歌、制作人、vocal、混音、录音，都是他一个人。Sissy， 好 ，Alauji You 的 Sissy 这张专辑，我也是觉得看到封面就觉得我一定要试听一下，因为有的时候专辑真的太多了，你可能只有半个钟头、1个小时，你要决定说你要买哪张专辑，你当然第一个要挑的，我们就挑封面好看，然后去试听啊。这张很吸引我的是，除了封面很漂亮之外，然后他有一首歌叫 Sissy， 就是他的同名单曲。对，同名单曲里面呢，他后面还挂号 of Taipei 1986。好，所以我还不确定他跟台北的渊源是什么，应该是有渊源吧。Breath of Love 来自于 Yuyama Hiroto 的这个专辑，然后一样也是非常好听、舒服、流畅的一张乐器作品。推荐给大家。我最近好像蛮喜欢听这种比较纯乐器，或者是环境音乐啊，或者是这种很单纯的民谣，就是看那时候的心情吧。这一张你看封面好可爱哦，封面跟我家冰虾一样可爱，是一只黑猫，所以当然我也是手刀购入。好，后面就是这个女人抱着一只黑猫。好，所以这个人叫 Patty Austin 的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。其实我完全不知道，我完全还没有试听这张专辑，我就是在市集看到它。刚好我这次去大阪有一个天王寺的市集，它就是每个月好像20几号固定2天会举办
很大的市集，所以它就是大家老年人们都会拿出他们自己家里私藏的这些家当，就是有点像台北早市集的概念啦。但是比台北早市集好逛很多，因为不会这么挤，它就是散布在整个寺院内，不是像早知识，就是你知道每次要逛，你要拿到一个东西，你都是要很久这样，跟它一起搭配。好，这个是 Southern All Star 南方之星，桑田佳佑，这不用介绍了吧？好，只要你有听 J-Pop， 你应该一定知道桑田佳佑啦。好，所以南方之星这个专辑也是很可爱的，有猫猫的专辑，所以必收。好，一样在市集买的这张我完全不晓得是什么，它是叫 Richard Tea Natural Ingredient， 我就觉得哇，猫猫，然后配一杯红茶，泡茶了的这个感觉，我觉得非常的赞。所以其实我不晓得它到底里面是怎么样子的音乐，但我就不管。好，香气四溢的音乐吧。这是飘零燕，为什么这种叫飘零燕呢？对，就是卡通频道播的时候翻译叫飘零燕啦。以前你爸妈看的时候叫小天使啦，哈，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少女，宫崎骏监制的这个动画系列。爷爷有没有？小莲最爱这个跟爷爷出去散步，还有小豆子，然后小莲最爱推小芬下山，好，这个不是啊，那是迷音哦，所以对，这个是经典的歌曲，希望播出来会是好听的啊。其实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不要再买袋子类的东西了，因为我觉得袋子太多了。其实你人生不需要这么多袋子，可这个袋子好便宜哦，所以我还是买了。这个是惠文社啊，他们自己出的这个袋子，把这个非常的有这个手绘的感觉，童趣童真的感觉，看书多看书 ，K 本下，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托特包的这个样子哈，他们自己有一个这个手绘的很漂亮的这个明信片的感觉哈，他们在很开心的玩伞吧，对，丢伞，小朋友丢伞，我也觉得超可爱的。艺伎在干嘛？竟然是京都，我们看到这个艺伎在计程车上吧，在计程车上化妆补妆，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。接下来又是 Neko 如果不喜欢猫的，是不是看到这边已经想要关掉了？这谁不喜欢猫呢？重点是这个 Neko 它是一本非常可爱，当年好像出了这个一系列的文库本的这个介绍，它有点像是可能是汉生小百科的文库概念吧。是这样吗？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型百科全书啦，所以它就是一本会介绍一个专门的主题这样子。那这本当然介绍的就是本猫，这个复古的手感已经旅程进行到最后一天了吗？在倒数第二天，非常想念我家的冰沙，所以你看到黑猫就想到它，一定要买下来不是很便宜，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啦。因为它世界独有，我们要尊重这样子的世界仅有为独一无二的东西。因为你光看它的样子，你应该是不晓得它会是什么东西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我也看不出来，我当时也看不出来，当时以为好像是什么看幻灯片的机器嘛，不是，它就是如果你有用过什么以前的相机，比方说像Pentax， 我很喜欢的那台。太久没拿出来，砖块一样的，就腰屏啦，它就是一个概念，它就是一个腰屏的概念，随身携带的腰屏取景器。所以它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它这个针孔成像的原理，你可以拉这个地方让它对焦，所以你从这边这样子看进去，我的世界就是左右颠倒，上下相反，然后这样对焦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这个看世界的眼光好像又不一样了起来，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来看世界。然后因为它还有对焦嘛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前景深，好像真的你要拍照一样子。如果你有用过类似的这种的相机，你就知道那个感觉，觉得好有趣哦。它看出来的那个随身携带前景深，全球独卖，手工打造。好，接下来这些我也没看过，所以我就直接摊开来给大家看咯。接下来又是一个要消音的时间，就是我必定
会想要去逛当地的成人商店，然后刚好我虽然没有想买什么东西，但是它有 Take Free 的小海报，台湾应该都买不太到，台湾应该也是找不到这种小海报的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要不要打马赛克呢？可能需要哦，好，这个它该打的已经打了啦，好 ，Psycho Paradox 这片的海报啦，哈，因为这片的海报基本上你在台湾应该拿不太到吧，哈，所以对我来说值得珍惜。太赤裸了，不行，我只能开到这边解禁。好，解到这边我们就结束。好，解到这边是一个帅哥，我们就结束在这边。好，所以海报的部分我都会很快速的这样一闪即逝的，去吃一点子秀给大家看。不是 DVD， 不是 VCD， 它是 VHS， 超级怀旧的录影带。我的新书《人生低谷观光指南》里面也有写到关于录影带的事情。这一片买得到录影带这种东西吗？我真的是不晓得所以对我来说珍贵，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，而且它应该是中古的啦，只是它封得很好这样子我很好奇，一卷才500日元，因为现在谁还会买 VHS 啊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当时不只是这个G片演员挑的好之外，当年还很 care 的是剧情的部分。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看到什么很有剧情的 G片了，但是当年都会真的会有，比方说什么体育会的什么前辈啊、后辈啊、新人体育教师啊什么之类的，还有各种情节。我其实随着年纪增长，好像对于情节这件事情会比较在意嘛，有的时候看看剧情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然后看起来是帅哥，也是超级复古的感觉。开箱完毕，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陪伴这一路的过程，我又开箱了好久，但是每一样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只要买下去，钱没有变不见，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我的打光好奇怪哦，有没有人可以建议一下我的打光到底要怎么调整？总之就是每一项我都非常的喜欢，所以这次大阪行战利品收获满满，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什么奇怪的结语啊？结语就是什么呢？这没有什么结语啊，结语就是快乐，锁定青春爱消遣，去买人生低谷观光指南，然后新年新的东西，买一些新的东西犒赏自己吧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也很期待大家的留言，对，大家看完之后不要不讲话，留一点言嘛，你最喜欢，你觉得里面哪个东西最酷，有没有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。我不会送你啦，但是至少 at least 我会给你一点回复吧，文字上面的回复，说你看完了很棒，你会回应，你是个很棒的人，这样子。我这次药妆收手了，我只买了感冒药，而且感冒药现在很多都只限一个人限购一样，所以我要代购给别人代购，我自己的那个份都没有。好，我给小布代购掉了哦，小布要好好感激我呀。好，所以今天的这个开箱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啦，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青春爱消遣，然后新年快乐 ，See you next time。记得收听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再。